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你辛辛苦苦水培的香菜，是不是也这样，看着绿油油，吃着像野草？别怀疑，这不是你的错觉。超过90%的水培香菜都徒有其表，食之无味。但今天你只需要在水里加3种香味催化剂，不仅能让香味100分，长势也能爆了一盆又一盆。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，就是这杯红糖水，它是香味的启动开关。红糖水。红糖水的使用时机是在香菜长出3至4片针叶之后。第一步，配置原液，取大约5克红糖，差不多1茶匙，放进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瓶里，然后倒入约400毫升，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水，拧紧瓶盖，充分摇晃，直到红糖完全溶解。第二步，稀释使用，接着把这个红糖原液按1:10的比例进行稀释。比如取50毫升原液，就加入450毫升的清水，混合均匀，然后用这个稀释好的红糖水代替一次普通的清水来浇灌。重要提醒，频率上建议每2周使用一次，但千万别觉得好用就急于求成。如果浓度过高或使用太频繁，很容易导致藻类滋生，甚至引发烂根。如果你使用后发现水变浑浊，或者根系有点发黑，那就是浓度太高的信号，要立刻换回清水养护。你可能会问，我要怎么知道红糖水有没有起效呢？判断方法简单，读懂2个信号就可以。用了红糖水之后，你会发现香菜叶子的颜色会从浅绿色慢慢变成一种更深、更浓的墨绿色，而且叶片表面会泛起一层油亮的光泽，这是其中一个信号。还有另一个决定性的信号，就是出现油线点，这是最关键的判断标准。等香菜长大一些，你把它拿到明亮的阳光下，逆光去看它的叶片。如果看到叶片表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、针尖大小的半透明小点点，那就是香味物质储存库油线点。出现这个点，说明你大获成功了。如果说神奇的红糖是给香菜打基础，那免费的咖啡渣就是香味的强化剂。咖啡渣。咖啡渣怎么用？我给大家推荐2种方法，一种省事，一种保险。第一种方法，茶包法，核心就4个字：彻底晾干。方法分为3步。第一步，晾晒，把用过的咖啡渣在通风的地方摊开，至少晾够2天，一定要晾到它用手一捏就碎，变得干干脆脆的才行。这一步是为了把水分赶走，让霉菌没法生长。第二步，装包，取大概1茶匙约5克这种干透的咖啡渣，装进一个5×7厘米左右的小茶包里。茶包最好用无纺布或者棉纱布的，透气还能防止渣子漏出来。第3步，放置，把这个茶包放进水培容器里，建议靠在容器边上，离香菜的根系远一点，这样既能慢慢释放养分，又不会直接刺激到根部。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个方法会发霉，那就用第2种，绝对安全。第2种方法，浓缩液法，也是分3个步骤。泡茶，取2汤匙约10至15克干燥的咖啡渣，放进杯子里，直接冲入200毫升刚烧开的热水，像泡茶一样搅拌均匀，然后盖上盖子焖泡至少6个小时。过滤，时间到了之后，用细滤网或者纱布把咖啡渣彻底滤掉，我们只要这杯清澈的咖啡色的水。稀释使用，用的时候把这杯浓缩液按1份浓缩液对10份清水的比例稀释，下次给香菜换水时，直接把这个稀释好的液体倒进去就行。除了这2种食补方案，还有个要补的小窍门，维生素 B 族或维生素 C 片。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。首先，取1片维生素 C 和1片复合维生素 B， 将它们研磨成非常细腻的粉末。接着，将粉末倒入1升的清水中，充分搅拌，确保它们完全溶解。然后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维生素水喷洒叶面了。重点是要均匀覆盖叶片的正面与背面，直到叶片上挂满细密的雾珠，将低位滴的状态为宜。请注意，喷洒时间最好选在清晨或傍晚，避开强烈阳光，这样可以防止叶片被灼伤，也能让药液更好的吸收。喷洒建议每10到14天进行1次。那么，为什么维生素能起这么大作用呢？
您可以把香菜想象成一座香味工厂，它的独特香气来自癸醛等芳香物质，而维生素 C 和 B 族，特别是 B1、B2、B6，就是这座工厂里最关键的总工程师和技术骨干。它们本身不是原料，却能激活和加速生产线上的所有关键环节，驱动整个工厂高效运转，从而大批量地生产出我们期待的浓郁香味。4. 水培香菜为什么香味淡？水培香菜味道淡，并不是我们的错觉，而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想象一下，你种的每一颗香菜都是一个微型的香料工厂，它那独特的、让人又爱又恨的冲鼻香气，主要来自一种叫癸醛的物质和其他一些芳香分子，这就是香菜的灵魂。而当它从土里搬到水里，这个工厂就很容易停工，导致灵魂缺失的原因主要有4个。第一，日子过得太安逸，失去了危机感。香菜的香味本质是它在自然界求生的防身武器。在土壤里，它要面对虫咬、菌害和资源竞争，不得不把自己变得有味道来吓退敌人。可到了水培环境，水清肥足，无忧无虑，它顿时失去了生产香味的动力。既然没有威胁，何必浪费能量？于是干脆躺平，停止了香味的合成。第二，营养用错了地方，光顾长高不调味。水培的营养太高效，容易让香菜进入疯长模式。它把吸收的全部能量都投入到长高、长叶子上，就像一个被过度催肥的植物。其结果是，有限的香味物质被急剧增多的叶片严重稀释了，最后长得枝繁叶茂，味道却淡如清水。第三，根系环境太孤独，缺少必要的提醒。健康的土壤是一个充满对话的社群，土壤里的亿万微生物会不断与根系交流，发出该制造香味保护自己了的生物信号。而水培环境过于干净，就像把香菜放进了无菌室，缺少了这些外界的提醒和刺激，它自然就把制造香味这事给忘了。第四，能量和工具不足，生产线效率低下。合成香味是个耗费能量的大工程，同时需要特定的生物酶作为工具。有时候，香菜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能量仅够维持日常生长，没有多余的积蓄去投资香味生产。更关键的是，催化反应的工具，比如需要维生素 B 和 C 参与的酶也常常不足，导致整条生产线效率低下，甚至无法开工。总结来说，水培香菜味道淡是一个系统性问题，核心就在于过于舒适单一的环境，让香菜失去了合成风味的动力、信号和条件。理解了这4大根源，我们红糖、咖啡渣、维生素的解决方案逻辑就非常清晰了，它们就是精准的组合拳。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